今天我要用高丽菜和馄饨皮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之前分享过馄饨汤，这次要做另外一种的馄饨，马来西亚都会叫做云吞。趁这次来跟大家分享云吞、馄饨、抄手、扁食有什么不一样。因为呢，我自己也很好奇，所以呢找了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用高丽菜和馄饨皮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大约半颗的高丽菜，这颗高丽菜我今天在菜市场买是台币20元，好多人在抢哦，我就随手选了一颗，不是很漂亮，回来再来处理。高丽菜要如何处理呢？高丽菜最外层的叶菜还有这个茎部呢，都很容易残留这个农药。然后清洗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把这个外层的叶子剥掉。刚好我这里也是有一些斑点不漂亮，也是要剥掉，不然这里呢都会有那个农药。把高丽菜放在水里面浸泡10到20分钟，然后呢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，或是你可以用菜瓜布或是软的毛刷刷洗这个高丽菜的叶子的部分，可以去除农药。我自己还蛮常用洗米水来洗高丽菜的，就是或是洗其他的蔬菜，因为呢洗米水是碱性的，可以中和掉一些酸性的农药。最好呢就是可以买有机认证的高丽菜，吃了也会安心。那这次呢，因为我趁便宜就去抓了一颗，才台币20元，我觉得好便宜哦，就买回来啦。现在我们来剥，这片叶子就不要了。高丽菜准备5片，我都习惯从后面把它取下来，因为剩下的这样子放冰箱保存比较新鲜。先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洗干净了，现在把它切成条状。大家知道高丽菜要怎么保存吗？高丽菜买回来后呢，你可以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，然后放进或是你可以放进食物级的那种密封袋里面，然后再放进冰箱冷藏，可以维持大概1个礼拜左右。如果要让高丽菜保持得更久一点呢，你可以把这个高丽菜的芯刮掉，就是梗的地方，然后再用厨房卫生纸沾湿挤干水分，挤到那个卫生纸不会滴水的状态，然后你就再放回去原本你挖出来这个芯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呢，你再放密封袋给它保存在冷藏里面，就可以更久一点。那我通常是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买回来就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，大概3天4天就吃完了，所以我很少会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是台风天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保存青菜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我这里有大约12条左右的米豆，把米豆的头尾纤维去掉。把米豆切碎，切成粒状。把米豆放入盘中，准备1/4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因为配色用，所以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。把红萝卜切条，把红萝卜换个方向，切短一点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来准备一些红喜菇，今天用1/3包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多。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。这里把它切碎，
很多人问我这个鸿喜菇为什么没有洗，其实它包装袋上面有写说可以不用清洗。包装袋上面有写，鸿喜菇的底部切除后无需经过水洗，处理直接剥小瓣后即可直接料理，请充分煮熟后食用。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不用清洗的。把它剥散，鸿喜菇剥散了，可以了。把鸿喜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大约半碗的猴头菇。猴头菇买回来就直接是这样碎碎的，因为我是买一整包，它是碎的。那里面有时候会有掺杂到一些比较大块的，这些大块的就把它切碎，再切更碎一点，可以了。把猴头菇放入盘中。锅内放入少许的油，放入猴头菇，把它炒香。把猴头菇炒成像这样，油脂在冒泡泡了。现在放入红萝卜，快速翻炒。这时候可以放入鸿喜菇，继续翻炒。感觉鸿喜菇有变软了，现在放入高丽菜，放入少许的水，快速翻拌。拌炒均匀后，现在放入米豆，快速翻炒。可以看到猴头菇已经变成焦香了，感觉好像虾米，可以用猴头菇来代替虾米。翻拌一下，可以来调味了。盐1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二砂糖1/4茶匙，酱油1汤匙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现在可以看到有点湿湿的，再继续翻炒，把水分炒干，这样待会包馄饨的时候就不容易破掉。感觉水分有收干了，所有味道也炒到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馄饨的馅料炒好了，给它放凉。放凉的同时，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在台湾会有这4种不同的说法。因为呢，在1949年国共内战后，国民党战败了，就来到台湾，外省人很自然的就把自己家乡的说法带到台湾来，所以呢，在台湾呢就会有馄饨啊、云吞啊、扁食、抄手，都有人在讲。像在马来西亚，我们都叫它叫做云吞，因为呢受到广东人的影响，云吞面广东话就叫做碗摊面。所以呢，大家就会把这个馄饨呢叫做云吞，就很像一口一颗的那种意思。然后马来西亚的云吞面呢，就有分干的跟湿的，就是干的跟汤的这样子。然后面条呢，就有专门煮云吞面的那种面条，它是浅黄色细细的面条。云吞汤面跟台湾的口味差不多，但是干的云吞面呢，就是用黑酱油、酱油、麻油这些去做成像干捞面那样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青菜呀、云吞啊，就是干的云吞面。馄饨普及于中国华北及浙江一带。古时候呢，所有有包馅料的面食呢，都叫做馄饨。一直到宋元时期呢，那个馄饨和饺子才有区分，成为2种不同的面食。陆游写过一首诗，叫做《岁首苏轼》，在描述宋朝人是怎么过年的。其中有一段呢，是岁日必用汤饼，谓之冬馄饨，年剥驼。剥驼呢就是汤饼，那冬至呢就是要吃馄饨祭祖，后来呢就变成了一种小吃。那扁食是什么呢？就是馄饨到了闽南呢就被称为是扁食，在台湾的花莲呢就很有名。取一片馄饨皮，挖1小匙馅料，放入馄饨皮的中间，左右两侧沾水，前面也沾上水。卷起来，
我做有别于传统馄饨的包法，然后左右两边压一压，就完成了。我之前有分享过这种传统馄饨的包法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今天呢，就是做点创意，变成这种长条形状的，也很容易包，卷一卷，两头压紧就可以了。我把馄饨包完了，这个馄饨呢，从中国北方传到四川呢，四川人就叫它抄手。抄手的包法呢，跟馄饨有一点不一样，会叫抄手，是因为包法呢很像双手交叉在胸前这样子。由于四川人很喜欢吃辣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把抄手上面煮好了呢，就加上一些红油、辣油淋在上面，所以就变成现在很有名的红油抄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拿去煎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用这个韩国的 Dr. House 这种多功能的平底锅来煎，因为它很小范围，可以1人份、2人份这样子慢慢的煎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煎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我想用半煎炸的方式。把馄饨放进来，放下来，慢慢的煎，让它煎成金黄色。变成金黄色了，翻面。你也可以用这个锅子免费附的铲子翻面。再给它摆整齐，都变成金黄色了，关火取出。那我再要吃一个。妈妈也是。哇，好脆啊！里面很脆。放出那个。里面的料好香哦。很香。妈妈，里面的料有另外炒过。炒了再包，很香。放出那个。有时候呢，我偶尔会煮这种炸物给孩子吃，就是有点新鲜感。那有些网友会留言说，好像我们常常在吃炸的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就是很偶尔才会煮一次炸的。好吃。然后用各种形式啊去吸引小朋友吃，就有时候用炸的，有时候用蒸的，有时候用炒的。所以不是每天都在吃炸的，就是想说天气冷的时候嘴馋吃一下炸的这样。刚才还没拍的时候，因为觉得我很好吃，我已经吃了一个，所以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一直吃。你刚就试吃了哈，这是甜梅酱。干嘛说试吃，不要吃那么。你们可以自己沾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像今天我是准备这个甜梅酱。也可以弄番茄酱啊，或是泰式酸辣酱啊，都可以，或是你们喜欢的豆瓣酱啊，不用沾酱也好吃。沙茶酱可以吧？也是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有味道了，再放沙茶酱会太咸了。不咸，真的其实很好吃，不用加别的东西也很好吃。
当零嘴这样子吃，很好吃哈。你要吃一吃，我们再来吃饭。好吃。还是现在吃还不在吃才不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。别忘了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记得很好吃哦。叫大家试做，对不对？还是一个接一个说不停。好啊，滚开下去多一个钟。吃的比我还多哦。